每年央视的春晚都是全球华人瞩目的焦点。2025年蛇年春晚舞台上，16架翩翩起舞的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套上东北棉袄，跳起传统秧歌舞。他们时而甩手绢，时而转手帕，与真人舞蹈员配搭，谈不上栩栩如生，却也让人眼前一亮。但是随着更多细节流出，跳秧歌的机器人却很快被打假。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从客观公正的视角深度解读时事，我是李幸福。今天的视频，我会为大家深度揭秘机器人丢手绢造假的秘密，请和我一起来见证勇攀高峰的山寨新科技吧。机器人扭着小腰翩翩起舞，还能娴熟地转手绢。在央视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群穿着花棉袄的机器人一出场，就把晚会气氛拉到最嗨。这群炫酷机器人名为 A71， 背后的研发企业是四足机器人领域最知名的公司之一宇树科技，其 CEO 为上海大学2016届校友王星星。据研发团队介绍， A71 深藏秘密武器 AI 驱动全身运动控制技术。凭借先进的 AI 算法， A71 不仅能精准跟上音乐节奏，更能体悟舞蹈韵味，实时调整动作，跳出智能舞蹈。但随着更多细节流出，机器人跳舞可以确定是造假。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人工智能，简单来说就是电风扇加放风筝。首先，这个机器人根本就没有手，手臂里装了一个电机，而手绢是特制的，中心是一个圆形的铁片。仔细看视频能看出，通过电磁力和手臂连在一起，电动机转动手绢就旋转起来了。这个难度和用手指画圈把手绢旋转起来是天壤之别。从截图可以看出，手臂向下时手绢竟然没有掉落，如果没有吸力是违反物理规律的。遥遥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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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领先，领先同行超过50%，遥遥领先于同行，遥遥领先于同行，遥遥领先于同行，优势不是一点点，而是领先很多，各方面都遥遥领先，遥遥领先还是明显的领先，我们业绩领先，遥遥领先于同行，遥遥。至于如何把手绢抛出去再接回来，也和机器人 3D 视觉、手脑协调毫无关系。实现的方式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放风筝。看视频里这个抛手绢的慢动作就明白这么回事了。秘诀就是手绢和手臂有一根细线连接，抛的时候断电让电磁吸力消失，手绢脱手上升，接的时候收线并打开电磁力，这样就万无一失把手绢接回来。在宣传图中也说了，收线算法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技术，如果这是一个魔术节目那无可厚非，可是吹成一个高大上的高科技世界顶尖机器人技术的展示，那就是造假。看看这些机器人是如何上场的，每个机器人都需要一个人拿着遥控器遥控，还不是要扶一把，这谈得上自主的人工智能吗？据报道，这个机器人丢手绢的舞蹈排练了3个月，而且手臂、电机、收线装置都是定制的，唯一用途就是这个节目，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一场虚假的宣传。操！现在中国经济急速恶化，老百姓太愿意相信各种弯道超车、遥遥领先的神话了。面对着各行各业的凋敝景象，未来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法。中国房地产最后的希望万科2024年亏损了450亿，在年前发布了重组的公告，实际上就是宣告了破产。当经济泡沫不可避免地被刺破后，很多人也陷入了清醒的反思。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观察者开始勇敢地发声，打破了传统媒体所塑造的单一话语体系。他们不再满足于表面上的光鲜亮丽，而是深入剖析背后的真相，揭示出一些被忽略的社会问题。从天才数学少女江平的骗局，到汉芯造假的巨额科研资金，再到近期引发广泛质疑的 DeepSeek 技术，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技术的虚假宣传不仅损害了公众的信任，也让我们对科技和经济的理解陷入了误区。然而，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声音，依然有不少人陷入了对过往神话的执念。这些人一方面在感受到现实困境时，寻求通过自我安慰来找到信心，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选择依赖网络上的成功学和各种名人效应，依然抱有某种对弯道超车神话的幻想。尽管这些神话不断被事实打破，但人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往往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彻底的改变。然而，现实并没有因为某些人深信不疑的幻想而停滞不前。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无论是经济的萎缩，还是科技的虚假包装，都暴露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单靠过度的宣传和虚假的技术秀是无法维持经济和社会的长久发展的。中国必须正视自己在创新、制度、产业转型等方面的短板，只有依靠真正的技术突破、制度创新以及人才培养，才能走出困境，走向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未来。回过头来看，我们看到的那些高科技的机器人舞蹈，那些夸大其词的创业公司，那些虚构的成功案例，无疑不再用虚假的光环吸引眼球，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解决。每一个看似璀璨的科技展演背后，都有无数的打假行动和揭露真相的声音在发出警告。迷信技术和经济神话只会让人陷入更加深重的困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些反思不仅仅是对科技和经济的觉醒，更是对自身责任的重新审视。当我们不再依赖外部的神话，而是通过扎实的努力去解决问题，积累经验，提升能力，社会和个人才能真正走出困境，迈向更加理性、健康的未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如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经济到科技，再到教育和社会制度的改革，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放下浮躁的虚荣心，勇于面对真实的挑战，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机器人表演，虽然看似炫目，但背后隐藏的山寨技术和造假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追求创新和进步的路上，虚假的光环和华丽的外衣终究无法掩盖缺乏真正实质内容的本质。未来的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新的技术和经济模式，更需要一种能够扎根现实、敢于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的文化。这种文化才能推动中国真正的崛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幻想和虚构的神话之中。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的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唱戏不怕嗓门高，京东大鼓可不怕小，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